这绝对是马叔给出的最高幸运。但是下一秒他就要哭了，老马一脸嫌弃的看向火箭，就这儿还世界第一呢？晚上夜宵赶紧吃2个腰子补补。这是7年前的中英双打表演赛，中国一哥对阵世界一哥，而他们的搭档都是出了名的搞笑担当。其实双打规则也特别简单，那就是持球方必须1人1杆。火箭的变态控球配上老马的极致准度，光用听的就让人无比期待。丁俊晖这杆开球线路非常漂亮，如果力量能再大一点点，那就是完美的开局斯诺克。现在给火箭留了一个拼长台的机会，恐怕这一局就没机会再站起来。霸气十足的火势长腿，不仅红球精准打进，而且母球一扑还要强行 K 出黑球的下球点位。虽然现在这个大反脚已经无限接近死球，就连火箭的双眼也充满了担心，但是作为这个世界上最准的男人，老马的枪下就不允许有不可能存在。真的就能这么夸张？马叔的准度就是专治世间一切不足，不过他可没心思照顾母球的落点，因为难得有机会跟火箭组队，如果不好好压榨一下他的控球，那比赛肯定会少了很多精彩。火箭被逼无奈，只能开启拼命模式，炸散球堆的同时，把母球拉出来，至少还能看到低分彩球。接下来就看老马的选择，是要用准度硬刚，还是偏向更为稳妥的防守。这就是老马，只要还能看到下球，那一切就都在火力射程范围之内。这2个人的组合简直就是绝配，实在是想不出还有怎样的组合能够有实力与之一战。火箭这2杆细腻的控球，留给老马的全都是手摆位，就是谁上谁都行的那种。但是反观老马的走位，不仅要考验火箭的准度，还要同时压榨他的控球来做微调。其实这也是大家看火箭打球觉得特别简单的原因，因为他仅靠母球每一次完美的落点，最大化的把复杂局面简单化。绝对不是火箭的准度不行，而是他根本不允许自己总是依赖准度。6边形战士存在的意义，就是尽可能把球打得越简单越好看。辉哥本局就是开了一个球，然后就全程当起了前排 VIP 关注。本来表演赛的胜负就从来不是关键，这2个老头自然打得更加放松随意。兄弟们看下老马这杆略微向上的角度，叫红球非常舒服，但是最后母球的落点，他自己看了都连忙伸出手表达歉意。不过这就是准神的风格，母球停在哪里不是停，只要我能打进就行。但是火箭就正好是另一个极端，控制好母球的每一次落点，不仅自己打着舒服，而且看球的人也不会提心吊胆。虽然他们的组合可以完美互补，尤其是在遇到特别棘手的球型，但是一旦难题解决，他们之间好像又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团队协作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完美的打红 K 红，现在超分的局面已经形成，哪怕右侧贴库的红球不去处理，也足够支撑他们拿下本局。但是火箭打球从来不是只为了赢球，他的眼里似乎只有清台这一件事情。他们俩的战术分工也很有意思，由火箭负责来打红球，因为6颗彩球的位置相对固定，只要母球的落点绝对可控，再加上老马的准度，基本上就不会有中断的可能。就像开局那几杆精彩的配合，火箭只要想办法让老马看到彩球就行，而老马也只需要负责打进，剩下的控场和纠错全部交给火箭一个人搞定。老马这一杆又没有到位，总是让火箭来给他擦屁股，他自己都感觉不太好意思。所以最后的精彩环节，他也贡献了一杆非常漂亮的精彩表演。好球！这颗半贴库红球叫的真险，火箭终于有机会接受来自队友的慰问。
老马终于来报恩了，母球完美的四库大绕台，不仅直接叫到黄球手本位，甚至让最后的清彩环节瞬间变得没有任何失误空间。这你敢信？两个火力大炮能把局面打成这样？小特对着火箭相视一笑。重点是留给小特的还是一杆斯诺克。现在只要力量稍大一点，那粉球就必定摔袋，然后给对手送上完美大饼。鲍利特此时也要化身小绵羊，先用4分的代价找找手感。毕竟粉球一旦摔袋，那送出的就是一整局比赛。真的太细了，轻轻的剐蹭，红球几乎都没有移动位置。顶级球员对于力道的把控，真是让人细思极恐。此时粉球已经没有第二种可能，区别就是看谁送他上路。而最郁闷的，莫过于眼前2位进攻狂人，刀枪棍棒现在全都无用武之地，只能比谁的绣花针更加犀利。真刺激！小特这杆又把粉球推进了一点，而且还留出了向上的角度。现在火箭只需要尽量把母球推远，那留给自己的就是一个9死1生的局面。好球！现在几乎就是一个全台的距离，但是小特丝毫没有慌张，走过来查看最上方红球的打点。对于准度这方面的考验，小特从来都是来者不拒。真离谱，这就是准神的实力，说不碰其他球就不碰其他球，关键是运气还好到爆棚，勾出来的红球直接给火老师安排一杆斯诺克伺候。现在球形比之前更加凶险，火箭会先掉链子吗？这就太夸张了，同样是一个全台的距离，力度和准度都已经控到了极致，火箭已经强得不像人类。小特也是被逼无奈，刚刚勾出去的红球，现在又被踢了回来。这要是在我们村，肯定早就打起来了。太吓人了，眼看就要摔袋的粉球，火箭就是有本事让他乖乖待着。现在看球的都已经心急如焚，他们打球的指不定有多遭罪呢。3 more shots each, 4 more shots each, but no balls to do that yet. Yes, Olivier would have to wait. Time comes when it's an absolute stalemate, but there's always really someone who's got some kind of advantage. 换上左手，还玩起了2次撞击。火箭脑子里的想法真的是天马行空，小特还能有什么奇招吗？看到小特已经玩不出新的花样，作为前辈的火老师还是选择牺牲一下自己，打破僵局这种事情，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但这杆可不是无脑胡抡，如果母球能成功藏到篮球身后，想要轻松打进红球上手，那也无异于痴人说梦。经常打球的兄弟们肯定知道，多颗球挤在袋口的时候，如果打点不够精准，大概率是会把红球全部掏出来的。好球，漂亮的连攻带防，即便强如准神，这一杆也要带着后手。小特也会担心自己打不进，又把大饼喂到火箭嘴边。So this is a chance. Trying to take a 2-1 lead.
火箭一脸淡定，心想牛奶我给你送到家了，成与不成就看你的本事。不出意外的话，意外立马就来了。这杆想 K 黑球直接脱板，母球虽然还能进攻踩球，但是最后的红球已经锁死，小特无奈只能转入防守。That's clever as well. He's put the ground down there to stop that escape. And this is good for Judd, I think, Ronnie playing this. Every chance of leaving something. 面对全都不在点位的球星，两位进攻大神开启了8分钟的菜鸟互啄。我们直接进入高潮，小特这杆解球直接大漏，这局面谁能想到，率先破局的人还真的好人有好报。现在彩球全都不在点位，打进黑球以后，火箭打到咖啡球完成超分，艰难的拿下本局。Tranquility saved by the ping. Okay. 这是中国德比最强一战，丁俊晖全程疯狂进攻，压根就没有想过防守。上手的第一杆没能交到彩球，就在全世界都认为这必定要防守一杆的时候，丁俊晖发现球队右侧还有一颗极限中带，就是这个连机会都称不上的机会，他也要强拼到底。一直站着的傅家俊这时才走回座位，他是真的没有想到丁俊晖的进攻欲望能有这么狂野。太硬了，极限中带也是抬手这抛开技术难度不说，单凭这不顾一切的王者霸气，看着就过瘾。但这些都还只是开胃小菜，这一局堪称极限难度的入局。丁俊晖无论准度还是控球，都是妥妥的世界级水准。顺势轻 K 球队，虽然只是带出了一颗可以单下，但对于顶尖球员来说，这就已经足以扭转乾坤。中低杆轻点了一下母球，篮球只能留出向上的角度，正常的分离角已经没有办法 K 球。这杆极限的高杆反赛，要保证进球的同时，发力也要相当透彻。好球，这杆难度确实很大，现在至少有4颗红球可以单下。对于丁俊晖的拆球能力来说，已经稳了一半。当年如此彪悍的进攻打法，比赛是真的好看。33. 关键球来了，这杆 K 球如果效果好，那局面就能彻底打开。很可惜，运气非常一般，但是好在还有单下的红球，只要进攻火力不断，那就还有继续调整的机会。非常神奇的一杆，打红 K 红的同时，正好顶开了牵制全局的红球。这就是丁俊晖强悍的破局能力，依靠细腻的控球，总是能在瞬间柳暗花明。现在球形已经完全开放，超分也近在眼前。56. 64. 打进超分黑球，这局破百也已经是囊中之物。傅家俊彻底断了起身的念头。这一局之所以能称为最强德比，是因为两个人都有最极致的发挥。丁俊晖全场5杆破百，还有2杆90加，如此凶猛的火力压制，傅家俊还能把比赛拖入双赛点，可想而知这是一场怎样的龙争虎斗。
感兴趣的兄弟们可以去看下全场比赛，过程绝对不会让你失望。80. $88. $94. 5. 完成破百，掌声响起。整个2013是丁俊晖最为辉煌的一年豪夺5个排名赛冠军，其中排名赛的3连冠追平了20年前台皇亨德利创造的3连冠伟业，并超越大罗堡，位居80后球员排名赛冠军之首，还轰出了个人第5杆147，竞技状态堪称巅峰。希望今年世锦赛辉哥能稳定发挥，继续创造奇迹。I think you're 8 to end the play.